我哥失踪的第2天，村里的人开始得一种怪病，一开始只是长斑，之后那些斑开始发痒溃烂。好在村里来了一个开香油铺子的寡妇，她长得顶顶漂亮，雪白的脸，鲜红的唇，她熬的油在村口就能闻见香味儿，只要把她熬的香油抹在伤口处，溃烂立刻就会痊愈。只是她每熬一次香油，村里就少一个人。妈妈瞅着门口默默掉眼泪，我蹲在她身边，这玩意儿可真好用。我转过头看向我爸，他一脸痴迷的将剩下的半瓶香油直接倒在脸上，粗鲁的将其抹匀，香油顺着他的脸颊流到衣服上，香味随之扩散到整个院子里。他仰着头，整个脸都是油亮的，看得人心里犯恶心。不过他倒是安静了，不再因为那些溃烂的皮肤疼得乱抓乱挠。村里蔓延出一种怪病，凡是村里的男人都开始长斑，不到3天，那些斑就会溃烂，又疼又痒，尤其是夜里，每家每户都传来痛苦的叫喊声。得了这种病的人不仅极其痛苦，还散发着一股腥臭味。来这里的医生待不到2天就吐得浑身虚弱，跑了。不过前几天村里来了一个寡妇，她熬的香油不能吃，倒是抹在伤口处，立即就不痒了，溃烂的地方也会慢慢结痂。在得病之前，我爸也和我妈一样，看到我哥的东西就叹气伤感。这香油还真跟镇痛剂似的，不仅让人沉迷，还让人忘忧。不行，我还得去买点。爸爸嘟嘟囔囔地冲到厨房，直接拿起一个5公斤的壶，准备去打香油。妈妈不理他，只看着哥哥的鞋子哭。我哥已经失踪1个月了，警察说尽力寻找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凶多吉少了。哟，你家也买那寡妇的香油了？王大婶儿走进来，她男人是村长，平时说话咋咋呼呼的，我不喜欢。我妈点点头，强撑着应付他。买了点。你家买了吗？王大婶摇摇头，没有啊，去了好几次，她都说卖完了。卖完了？可我爸就是今早上才买的呀。真有那么管用？给我也试试。她是村里第一个得病的女人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个。她的脸已经开始化脓，手也流着发黄的血。王大婶的话音刚落，她的身后突然闪出一张森白的脸，我被吓一跳。雨夜里，她的红唇尤其明显。她就是卖香油的张寡妇。我哥离家出走的第2天，她搬来了村子里。我给你送来了，这是一小瓶沉香油，已经放在窖里10年了。王大婶接过香油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张寡妇静静地看着王大婶，眼里没有丝毫情绪。我探头看过去，总觉得她在笑。张寡妇突然回头看我，她漆黑的瞳孔快速扩散，很快整个眼眶像是被倒满了沫，随时都会溢出来。我看到她美艳的人皮下那具碎肉捏起来一般的身体，许多条蛆虫在蠕动。我吓得钻进妈妈的怀里，妈妈只顾着和王大婶说话，没有抱我。等我再看过去时，张寡妇已经不见了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转头看向屋内，爸爸的那半瓶香油还在，原来是我睡着了做梦啊。我回家去了。王大婶起身，手里多了一瓶香油。第2天早上天还没亮，警察过来了，说找到了我哥的另一只鞋，但是已经有些腐烂了。我看着警察手里的鞋子，和妈妈每天拿着哭的鞋子是同一双，但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妈妈更加确定哥哥已经遇害了。这鞋子是我家常庆的。爸爸一把夺过警察手里的鞋，放到身后。我看到他的胳膊都在抖，像是害怕。警察将东西送到，话说完就离开了。他们刚离开，张寡妇就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5公斤重的香油。她神情妩媚地看着我爸，陈大哥，这是我专门给你熬的，你可得省着点用，用完可就没有了。我爸将鞋塞到口袋里，急忙跑过去接住，迫不及待地脱掉上衣，将香油打开倒在手上，往身上抹。看你说的，用完了再去你那买呗。张寡妇撇过眼，鲜红的嘴角微微勾起，眼睛里没有笑意。我是说，我不再做你家的生意了。啊，为啥呀？他没有回答，扭着腰离开了。妈妈，他为啥不卖给咱家香油了？我妈没理我，拿着我哥的鞋继续哭。5公斤的香油，我爸不到7天就用完了。等他去张寡妇那儿再要买时，张寡妇真的不再卖给他了。他整日整夜的哭喊，留了长长的指甲，疯狂抓着身上的伤口。原本已经结痂的地方被他再次抓烂，血弄得满炕都是。他整个人都是虚弱的，只抱着香油瓶子，手指用力地朝里面伸进去，抠出来一点就赶紧抹到身上。可是无济于事，他全身都已经烂了，需求量非常大。如今村里只有王大婶和张寡妇关系不错，也只有他才能买到香油。他见我爸这么喜欢，偷偷给了他1小盅。我爸颤抖着手将香油接过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头蘸了一点，抹在脸上，生怕洒出来。可他刚抹上，便发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倒在地上打滚，疼得全身颤抖。好疼啊！你被骗了。王大婶拿起我爸剩下的抹在手背上，很舒服啊。我爸想骂人，但想到她是村长的婆娘，忍住了。王大婶听说张寡妇不卖给我家了，担心自己也买不到，一口气买了许多，其实也就3斤而已。张寡妇说，沉香油难得，3斤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接下来她又说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卖给王大婶香油了。不过王大婶比较幸运，半个月后不知道怎么哄得张寡妇开心了，又卖给她香油。张寡妇总是夜里熬香油，香得我睡不着觉，偷偷去看。只是她家大门紧闭，我怎么也翻不进去她的院子。我又拐去了徐奶奶家。小时候我被爸妈寄放在这里好几年，一直到爸妈回村子，我才被接回了家。徐奶奶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瞎了，看不到我，但是能闻到我的味儿。她呆呆地看着我的方向，半天说不出话，眼流泪顺着她布满沟壑的皮肤蜿蜒曲折地慢慢流下来。回来啦！我跟着徐奶奶进屋，坐到她身边。回来干嘛呀？她问我。看看你呀。她点点头。我看了眼墙上挂着的枣干，想吃，但是徐奶奶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怎地，平日里她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。她男人当初打仗的时候没了，她一辈子也没改嫁，就守着这个院子。没有孩子，我就成了她的孩子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见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嘀嘀咕咕地说话。我问她和谁说话，她说是她男人回来看她了。妙妙啊，奶奶也要走了。去哪里呀？我着急地问。农村人不大习惯说爱，但我还是清楚地感受到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徐奶奶爱我。我老伴来接我了，我要和她团聚去喽。半夜我被村里的锣声吵醒，徐奶奶没了，是张寡妇发现的。张寡妇过来抱住我，她说她最不放心你，嘱托我照顾你。我有爸妈，为什么要她照顾？但是她的怀抱好温暖，我有点不想离开。
徐奶奶没有葬礼，草席子一卷扔到了坑里，村长往里面扔了几锹土，算是掩埋了。他看到张寡妇猥琐地笑起来，路过时顺手摸了下张寡妇的屁股。王大婶也跑过来，香油啥时候能熬好？我家的又没了，我们这身上又开始烂了，疼得睡不着觉啊。张寡妇笑笑，已经熬好了，不过很快就没得熬了。王大婶看向远处的少年，那是他的三儿子。他大儿子和我哥是好友，10年前死了，走路摔到了崖下，连尸体都没有找到。王大婶目光幽深可怖，交给我吧。之后的几天，村子里发生了一些大事。王大婶的三儿子王鹏鹏要娶媳妇了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大操大办了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娶的是谁家的姑娘，只知道日子已经定下来了。王大婶想买张寡妇家的香油用在席面上，张寡妇抿唇笑的娇媚，但是她没有答应。每次结婚都有杀猪菜，但是这次看着大家皮肉都耷拉在外面的脸，我一点也不馋了。婚期逼近，王大婶家的香油断了，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每天去张寡妇家门口转悠，身上脸上都是抓痕。我爸整日什么也不做，只躺在床上，嘴里嘀咕着香油香油，手不停地在身上抓，指甲里都是血和肉。他的皮肤像被开水煮过似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下肉。我妈看见了气得骂他，又拿毛巾给他擦脸，疼得我爸一脚将我妈踹倒在地上。他还觉得不解气，拎起手边的木棍一下下打在我妈的身上。这在我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我和我妈没几天就会挨一次打。哟，这是咋了？张寡妇扭着腰走进来，月光下她更美了，也更加柔软了。我爸像是看到菩萨一般，连滚带爬的匍匐在张寡妇脚边，给我送香油的吗？张寡妇捂着嘴笑，将手上的小罐子递给他，莫瞅你那点出息吧。我有点喜欢张寡妇了，她救了我妈妈。村长两口子像两条野狗似的趴在门口，盯着我爸手里的香油，伸长了舌头，血顺着嘴角一直流到了地上。王鹏鹏的婚期到了，我跟着妈妈去村长家，听妈妈和村里大婶交谈的意思是，新娘子已经在屋里了。这是我们村的习俗，新娘子都是半夜偷偷接过来放到屋里，然后再办婚礼。之前我哥哥娶媳妇也是这样的，只是我那薄命的嫂嫂还没等到婚礼开始就生病死了，不然我现在也有小侄子了。鹏鹏咋不见了？一个同村的大哥着急忙慌的大喊，有人看见鹏鹏了吗？我咋找不到人了？我想了一下，好像从刚才进门就一直没有看到王鹏鹏。我不喜欢王鹏鹏，他说话嗓门很大，总是欺负我们几个小女孩，有时候还逼着我们脱裤子。反正村里很少有这么坏的大人。刚才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偷偷看新娘，还看到他欺负新娘来着。还好张寡妇来了，将他喊了出去，不然新娘子都要被他打死了。谁最后见到的王鹏鹏？我回过神，警察已经来了。王鹏鹏失踪3天了，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村长家里，张寡妇斜倚在门框上，真好看。他应该是最后一个见到王鹏鹏的人吧？嘘。张寡妇将食指放在红唇上，让我不要说话。我赶紧捂住嘴巴，我才不会说呢。张寡妇人挺好的。警察问了一圈，什么也没问出来，就走了。新媳妇出来了，她脸上好多伤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村长见警察走了，指着新媳妇，5000块钱，谁有现在就能带走。村里人面面相觑，5000块钱，这是要了人命了，谁家有这么多钱啊？刘胖子站了出来，3000行不？滚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刘胖子想了下，行，我去凑凑。他说完就走了，身上的肥肉随着他的动作摆动着。他倒是没有得病，不过他哥病了。刘胖子又要娶媳妇了吗？我的心一颤，他都打死3个老婆了，新媳妇又被关进了地窖里，等着人来买他。散伙的时候，我看到张寡妇一直盯着地窖看，她的红唇好像更红了。村长家丢了儿子，他一点也不心急，倒是很开心，因为张寡妇又给他家卖香油了。这次张寡妇的主顾又多了一家，刘胖子的大哥大嫂。刘胖子虽然娶了3个老婆，但是一直没有分家，他每天好吃懒做，全靠刘大哥大嫂养着，偶尔出去打打零工。我哥还在的时候，他经常来我家里，他很听我哥的话，我哥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从不反驳。我家的香油只有1小罐了，我爸只有在最难挨的时候才用筷子蘸一蘸，仔细的抹在最疼的地方。刘大哥家新得了香油，还是免费的，开心的不行。倒是刘胖子说是凑钱，其实就是逼着哥哥嫂嫂拿钱。刘大嫂和我妈一样，没有什么话语权，说太多就要挨拳头。但是这次刘大哥也硬气了，咬紧牙关不给刘胖子钱了。两兄弟打了一架，刘大哥被打得卧床不起。又是一个雨天，我跟妈妈坐在门口，他拿着哥哥的鞋哭，我刚坐下便昏昏欲睡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猛地睁眼，就看到我哥拄着拐站在树下，他没了一条胳膊，一个条腿，裤子破破烂烂的，仅剩的那只脚上连鞋也没有穿。长庆，我的儿啊！我妈一阵风似的冲过去，将我哥抱在怀里。他的哭声让村里的人都纷纷走出院子来看，大家都很惊讶，我哥竟然回来了。张寡妇也慢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我哥一看到他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小便失禁。他颤抖着手指指着张寡妇，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。我哥吓得缩在我妈的怀里。这时候村里的人也都围了过来，他不是人，他是鬼，他害死了。我哥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张寡妇就突然凑近他，将食指放在他的唇间，不可以这样污蔑人哦。我哥微微眯眼，瞬间不说话了，只抱着我妈流眼泪。村长率先站出来，长庆刚回来吓坏了，大伙也别围在这儿了，都回家去吧。村里的人向来听村长的话，虽然疑惑，但也没有人停留。大家又都指望着张寡妇的香油治病，谁敢多说什么？村长看着离开的人群，转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张寡妇。我哥能再次回来，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只是我妈问他的胳膊和腿是怎么回事时，我哥却说他想不起来了。我爸呢？哥哥四处张望着，没有看到我爸。这个时间点，我爸肯定跪在张寡妇门前，摇尾乞怜，希望对方能给他香油，哪怕只有1滴。我哥话音刚落，我爸就从门口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他二话没说，背起我哥就往外走。我妈想要跟过去，被我爸狠狠踹了一脚。不久后，我爸举着1小盅香油回来了。我哥是第2天早上回来的，他一进门便嚷嚷起来，我要和张寡妇结婚啊！全村人都震惊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张寡妇竟然也同意，婚期就定在7天后。张寡妇说了，不需要摆酒席。听说我哥要结婚，刘胖子第一时间来了我家。
他之前见我哥回来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这次却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我也要结婚了，村长说的5000块钱我凑够了，这下莹莹是我的了。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钱。结果第2天我就发现刘大哥家的2头牛不见了。刘胖子开心的不行，又去了村长家见了新娘子莹莹。莹莹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见。但是村长却说他们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莹莹。刘大嫂知道自己的牛被卖了后，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只是去张寡妇那里坐了坐。刘胖子迫不及待的要娶媳妇，他家也不办酒席，明天就要把莹莹带回家。我这次一点也不期待杀猪菜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厌恶。我虽然不清楚原因，但仍旧觉得莹莹很可怜。我吸吸鼻子，张寡妇又在熬香油了，真好闻。第2天到了接新娘的时候，村长却怎么也找不到刘胖子了。到刘家一问，刘大嫂和刘大哥忙着搬香油，顾不上去找，只说他们也没看见。我站在门口，好几桶香油。昨晚张寡妇熬了一整夜，今天鸡叫才停下，我还没见过她熬这么久呢。原来就是在给刘大哥家熬啊。村里人羡慕坏了，有了这么多香油，他应该可以痊愈了。晚上我刚睡着，村里的锣突然响了，我一阵头疼，全身上下每个骨头都疼得发痒，每一寸皮肉都像是在流血一般。我瘫软在炕上起不来，直到一双纤细的手将我抱起来。张寡妇，她冲我温柔的笑，然后又抚摸我的头发。还难受吗？我摇摇头。之后我才知道是莹莹跑了，全村的人都出去找了，我赶紧推开张寡妇，也跟了上去。整个村的人一寸寸的找，莹莹不可能还躲在山里，倒是村长前面那个被洪水冲出来的深坑倒是有可能。村长他们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已经将一个人绑在绳子上放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坑里传来一声声惨叫，越来越多的人下到了坑里。啊，人骨头！村长看了我爸一眼，两人眉头紧锁。村长朝坑里大喊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那是动物的骨头，是人骨头，真的是人骨头！”村长生气了，怒骂我他娘说是动物的就是动物的，你想死是不是？底下的人不敢说话了，被吊了上来。大伙也不找莹莹了，所有人都心事重重的回了家，只有村长、刘大哥还有我爸还站在坑边上。我爸左右看看，不知道和村长说了什么，几个人纷纷点头，然后才回家。凌晨时分，我看到我爸起床了，他到院子里找了一根很粗很长的麻绳出去了。我赶紧起来跟在他身后。原来他不是一个人，刘大哥和村长也在。我爸和村长商量之后，将刘大哥放了下去。几分钟后，几副骷髅架子被送了上来，确实是人的骷髅，而且很完整。几人开始分这些骷髅，最后村长抱走了2副，刘大哥抱走了1副。我爸拿的最少，只有1条腿和1条胳膊。我赶紧跑回家躺下，我爸才蹑手蹑脚的回来了。那些骨头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他们为什么要分那些骨头呢？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，渐渐睡着了。等再醒来，张寡妇已经进门了。她是晚上进门的，我竟然睡了一整天。我有些惊讶。张寡妇进门之后也不愿意说话，我妈很不开心，想给她立立规矩。结果我爸倒是先生气了，将我妈拉回房里一通拳打脚踢。第2天早上，我哥拄着拐出来，他眼下乌青，双眼无神。我爸妈和他说话，他不理会。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睡了，我哥悄悄来找我爸妈，爸妈救救我吧，张黑寡妇真的不是人，你们相信我。我妈刚要说话，我爸却生气了，他猛然起身，一脚便踹在我哥的心口。我哥脸都青了，挣扎了半天才喘上来气。你干嘛呀？干嘛这么打儿子？我爸像是被下了咒一般，对于我妈的哭喊，我哥的求饶充耳不闻，又拿起拐杖狠狠地打在我哥身上。这边乱成一锅粥，我瞧见张寡妇打开大门出去了，我急忙追上去。她提着一个小筐子，里面放着几个馒头，一路走到了河边。这是我们村通往镇上的唯一出路。张寡妇走到一棵树下停住，出来吧。我心一紧，她发现我了。我刚要走出去，却见树后面走出来一个姑娘，是莹莹。张寡妇将小筐子递给莹莹，后者立即狼吞虎咽起来。张寡妇也不生气，怜爱地帮她整理头发，随后又柔声说：“吃完就走吧。从这条路出去，你会碰到一条河，岸边会有一个摩托车出租的地方，不要过去，直接从河里淌过去，一直走，到了公安局大门口，让警察送你回家。”莹莹珍重的点头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张寡妇一直等到她吃完，背影越来越远，才准备回家。我躲在草丛里，打算等她走了再回去。结果一抬头就看到她惨白着一张脸站在我身后，我吓得抱住头，求她不要打我。张寡妇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我打谁也不会打你的，放心吧，小铃铛。小铃铛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我都快忘记了。张寡妇指了指莹莹离开的方向，你说她能平安回去吗？为什么不能平安回去？张寡妇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莹莹也是被拐卖过来的，她也是大学生，学习很好的，以后肯定能成为非常优秀的人。她说莹莹是被拐卖过来的，我妈说莹莹是远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无比相信张寡妇的话。村里的媳妇儿很多都是拐来的，包括你妈妈。我当场愣在原地，我妈妈怎么可能是被拐来的？她一心向着我们家，没有任何仇恨与不甘。走吧，回去吧，天快亮了。我看下山顶，这才发现我好像已经很久没看到过太阳了。回去时，我哥满身是伤的躺在院子里，脖子上拴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，这是我家用来拴牲口的。我妈一直在哭，我爸睡得打呼噜，好像外面的一切都跟他无关。到了晚上，我妈从我爸腰间偷来钥匙，将我哥放了。我哥艰难地爬起来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我妈站在微弱的灯光下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。我爸很快就发现了，他冲到村长家，再一次敲响了村里的锣。全村人一脸懵，但在村长的带领下，还是毫无怨言地出去找我哥。我哥受了伤，又少一条腿，没多久就被捆回了院子。我爸阴森森地看着我哥，随手捡起一根棍子朝我哥走去。他俯视着趴在地上的我哥，一脚踩住他的头，胳膊粗的棍子重重落在我哥身上。啊！救命啊！妈，救我呀！我妈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。爸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跑了。但是我爸像是听不见一般，愈加用力地打下去。王浩当年就是这么被打死的。张寡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，她面带微笑，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她说的王浩是村长家的大儿子，10年前死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没有看到尸体，但是全村人都笃定地认为王浩已经死了。不
不过他比王浩幸运，王浩是被10几个人打了3天3夜才打死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得很开心。他说王浩被卖进了黑砖窑，逃跑时被人打死的。我只知道王浩是死于意外，至于具体的，村里众说纷纭。是我把他背回来的，就扔在那个坑里。他血红的指甲伸到我的眼前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，那么重，你一个人背回来的？他笑着捏我的脸，一副骷髅，几10斤香油，一点也不重。啊！我心里一惊，他刚才说香油，我想起我爸满身油渍的样子，忍不住恶心。张寡妇笑得放肆，王浩生前是个混蛋，死后我给他一个孝敬父母的机会，他肯定很感激我。我哇的一声干呕了起来。我想起哥哥的胳膊和腿，他们也是张寡妇熬油的东西吗？难怪我家分到的香油是最少的，刘大哥家是最多的。我赶紧闭上眼，不敢深想。那边我爸已经拉着我哥的脚踝朝屋里走去，我哥满口的血，就连眼睛、鼻子、耳朵也都在流血。我和张寡妇跟在我爸身后，他挺直了几倍，走得像个僵尸，直到回到院子里。长庆啊！我妈一声惨叫，我爸才一个机灵，他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的，抱着我哥就开始哭。我爸忙将我哥扔下，正愣住，半晌才僵硬地问了一句：长庆这是咋了？我妈扑过去打他：你把儿子打死了，你个畜生，你把儿子打死了。我哥死了，张寡妇又成了寡妇。我爸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，他不承认我哥是被他打死的，还说我们都要害他。村长来劝都不管用，我爸还将村长的头打破了。我咋可能打我儿子呢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儿子，我咋会把他打死呢？我爸一直翻来覆去地问着这一句话，我妈将一碗面重重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自己回了厨房。我爸这边还疯疯癫癫的，村长家里却出事了。我跟着我妈过去时，村长已经全身溃烂，像是被人用火烧伤之后，生生将那层皮刮了下来。他一开始只是呕吐，紧接着开始吐血，最后连内脏都一并吐了出来，整个人肿胀成了原来的3倍大小，喉咙里嘶啦嘶啦的，像是风吹到山谷里的回响。村里的老人也过来看了，说是从未见过这种病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村长这是撞邪了，于是由村里资历最老的老人出面，去镇上请巫医过来。可是当老人家去时，巫医却闭门不见，还说村里的怨气太重，就算请10个巫医也无济于事。这话传回来时，村里的人神色各异，他们似乎并不好奇巫医为何会如此说。在所有人的围观下，村长像吹气球似的迅速胀起来。孩儿他爸呀，你这是咋了呀？王大婶这几天哭的眼球都是红的。砰！村长炸了，他的血溅到了每个人的身上，一股血腥味夹杂着粪便的味道四散开来。我妈赶紧小跑着出去，她站得最靠前，身上竟然是干净的。等我们回去时，我爸也发病了，他的整张脸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，最后蔓延到了脖子、肩膀、手臂，头发也因为头皮的溃烂而掉光，和村长一模一样。等到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像被砸烂的西红柿时，便开始呕吐，先是呕出秽物、呕酸水，之后便是大口大口的吐血，连同内脏一起吐了出来。长庆他爸，你咋也得了这个病啊？我妈虽然在哭，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不到一点悲伤，她的所作所为像是被事先设定好的程序。我看着我爸的肚子一点点变得干瘪，最后深深的凹进去。他想说话，但是他的舌头已经被吐掉了。他看着我，不对，他看的是我身后的张寡妇，只这一眼，他的眼球直接蹦了出来，掉在了我妈的脚边，被我妈慌乱下踩碎了。啊！我妈尖叫一声，然后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，我爸已经肿得像个皮球。妈妈跪倒在地上，你走了我怎么活呀？我怎么活呀？他的话音刚落，我爸也爆炸了，只是血没有溅到我和我妈身上，张寡妇身上也是干干净净的。我妈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两眼无神。几分钟后，她踉跄了起来，捡起一旁的扫帚，重重地打在张寡妇身上。都是你，你就是个怪物，都是你害我们。张寡妇一把捏住我妈的胳膊，将人推倒在地上。她冷漠地俯视着我妈，冷声问道：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我妈像个提线木偶似的抬头，眉头紧皱，认真思考着。我是长庆的妈，是陈国海的媳妇儿，不，这些都是他们强加给你的，这是你被迫害的证据。你是30年前的大学生，你本来应该是国家的希望，你爸妈为了找你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最后病死在了家里。我妈看着张寡妇，突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，为什么要在这么多年后告诉我？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？这些只会让我更痛苦，我好不容易才变成了长庆的妈，陈国海的媳妇儿。张寡妇跪在我妈面前，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我知道，我也是过来人啊。我妈抬头看着张寡妇，瞳孔瞬间放大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你是10年前那个女孩？张寡妇点点头。我也走过去，摇了摇妈妈的胳膊，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她看不到你，为什么？张寡妇同情地看着我，你10年前就死了。什么？我将手伸到妈妈眼前晃了晃，她真的看不到我。小铃铛，你还记得妙妙姐姐吗？张寡妇的声音很温柔，我却像是在迷雾中突然有了方向一般。妙妙姐姐，那是一个冬天，雪下得很厚，村里每年都会下一场那么厚的雪，红双喜映着白雪，看上去好看又阴森。那年我8岁，抱着一个烤土豆坐在灶台前，一边啃一边拉风箱，妈妈时不时走过来，偷偷往我嘴里塞一块肉，我吓得嚼都不敢嚼，就咽了下去。我哥的婚礼很快就开始了，和王鹏鹏的一样，应该说村里的婚礼都一样，只有新郎没有新娘。新娘被拴在房间里，晚上的时候我听到女人在哭，妈妈捂住我的耳朵，叮嘱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这几年一直是这样，不用妈妈说，我也知道怎么做。2个月后，那个女人怀孕了，我也有了一个新的工作，给她送饭。她标我叫她嫂子，让我叫她妙妙姐姐。她长得真好看，还给我念诗。很快，她的肚子大了起来，每次我进去，她都在哭。小铃铛，你帮帮姐姐好不好？姐姐是独生女，我爸妈现在肯定在找我，没有我他们会疯的。等你生了孩子，就让我哥哥陪你回家看看你爸爸妈妈。我以为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，还打算让妈妈去劝劝哥哥。结果妙妙姐姐却哭得更加凄惨。她说她是被拐卖到这里的，她才高3毕业，她考上很好的大学。她爸爸妈妈不知道她被拐到了我们村里。我想如果我丢了，我妈妈肯定会急死的。我答应了她。那天晚上，我哥哥和刘胖子去找王浩玩了。
我趁着爸妈睡着，偷了我爸腰上的钥匙，打开了妙妙姐姐脚腕上的锁。小铃铛，谢谢你，你带你下山吧，这样快一点，你爸爸妈妈肯定急坏了。我带着他一路下山，他带着肚子，走得很艰难。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村里的锣响了。一般只有村里跑了人，锣才会响。你快跑，从这儿下去就是大路了。你怎么办？我笑起来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躲起来的。妙妙姐姐走后，我从小路回到家里，刚进门，我的膝盖一阵剧痛，整个人跪在了地上。我看到哥哥手里的铁棍，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打了。妈妈被锁在房里，疯狂地捶门。长庆，她是你妹妹，你别打她。哥哥将手里的烟头直接按在我的脸上，我疼得连叫喊都忘了。长庆，妈妈大吼着，是我指使铃铛的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我看到刘胖子和王浩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铁棍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他们手里的棍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他们将我围起来，我想再看一眼妈妈都没能做到。世界出奇的安静，我只能听到铁棍落在我身上的声音。我被打死了，那年我才8岁。张寡妇抱住我，我就是妙妙姐姐。她说那天她原本跑了出去，看到有租借摩托车和自行车的，牌子上写着租车配司机。她实在太累了，便向那家老板求助。只是她没想到那个老板也是拐卖的一环，她又被送回了村里。她被关在笼子里，每天受尽折磨。1个月后，她终于支撑不住，死了。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活下来。死后，她的怨气一直留在村里散不去，竟然再次化作了人形。她知道镇上有厉害的老巫医，为了复仇计划万无一失。她等到老巫医死了才敢出现。她不想那么快报仇，于是村里开始有了这种奇怪的病。她确实做到了，村里的男人都饱受折磨。她熬那些油，用的便是他们至亲的血肉。门外一阵鸣笛声，一辆黑色轿车进了村长的院子。又有新的货来了，可惜这次不用了，他们走不了了。村里的男人陆续开始发病，从刘大哥开始，最后是来送货的那几个男人，死状都与村长还有我爸无异。村里的女人除王大婶之外都活了下来。妈妈走到村长院子里，敲了锣，女人们像是有肌肉记忆一般聚集到那里。妈妈将脸上的眼泪擦干，姐妹们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人群中一片寂静，他们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，这是他们的自我催眠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不那么痛苦。我们回家吧。女人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晌嘴里才喃喃道回家。张寡妇摸摸我的脸，小铃铛，对不起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呀，只可惜你爸爸妈妈没能找到你。她凄凄然一笑，他们死在了来找我的路上。村里的女人明白了回家的意义，妈妈也赶紧回来了。她拿了一个小铁锹，走到槐花树下。我记得槐花很甜，妈妈蒸着给我吃的。家里的一切好东西都是哥哥和爸爸的，所以妈妈总是就地取材，给我变着花样的做饭。几分钟后，她挖出一个玻璃的罐头瓶子，里面装着一枚小铃铛。铃铛，妈妈带你回家。我和张寡妇跟在她身后，她能看到张寡妇，只是看不到我。妈妈走到公安局门口，熟练地说出了名字林字书。她一路走，一路跟我们介绍，直到车子停在了一个繁华的城市。妈妈的腿有些软，她手里捏着铃铛，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妈妈到了一个荒废了的小院子里，一推开门，一只野猫窜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我拉了拉张寡妇的手，请你替我跟妈妈说一句，我下辈子还要做她的女儿。张寡妇点点头，在妈妈耳边轻声说了句。妈妈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，大颗大颗地落在铃铛上。好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张寡妇走了，我留在了这里。妈妈去世后，我还是留在这里。30年后，我才离开。我又成了妈妈的女儿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全文已更完。